我们被误导了几十年，你可能以为是热量让你变胖，但让你失控，让你痛苦，让你越减越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胰岛素。你以为自己意志力不够，你以为自己吃太多，运动太少，不，你只是一直被困在一个不易察觉的代谢困境里。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代谢难题讲清楚，把完整的机制、科学与研究脉络呈现给你。如果你曾经疑惑，为什么我越节食越胖？为什么越运动越累？为什么我一整天都在饿？那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今天可能是你一生当中第一次更完整的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场由资本操控的世界里，真相从不被允许存在，假的比真的还贵。万恶的资本万岁！我们不崇拜权威，只追求事实。欢迎来到觉醒时代。点赞、订阅小铃铛，精彩内容即将开始。低脂饮食失败的关键在于忽略胰岛素这项致肥荷尔蒙，它比热量更能决定身体是否储存脂肪。许多遵循低脂、高运动量的人依旧持续增重，因为重点不是少吃，而是长期升高的胰岛素阻断了脂肪燃烧。胰岛素一旦长期偏高，身体就会不断把脂肪锁在脂肪细胞里，让人即使节食也依旧难以瘦下。成年人脂肪细胞数量在2岁前就已固定，之后变胖都是因为脂肪细胞变大的结果，而胰岛素正推动它扩大。胰岛素启动脂蛋白脂肪酶 LPL， 将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拆解后送入脂肪细胞，使脂肪储存速度大幅上升。同时，胰岛素也会开启 GLUT4 运输通道，让葡萄糖进入脂肪细胞，再次合成为脂肪，使储存量不断增加。胰岛素阻抗通常在肌肉与肝脏最先发生，使葡萄糖无法进入这些组织，只能被迫塞进脂肪细胞。许多人年轻时吃垃圾食物不胖，但随着年龄增长，胰岛素阻抗逐渐累积，即便健康饮食也开始发胖。判断胰岛素阻抗可以从身体表面观测，例如腋下与脖子的皮赘与色素沉着都是常见迹象。黑棘皮症反映皮肤暗沉与增厚，是胰岛素长期偏高导致的典型外在表现。青少年因胰岛素偏高常出现痤疮，而减少碳水的成年人皮肤常明显改善。减少碳水3个月后，胰岛素常显著下降，体重、食欲与精神状态随之改善。酮体稳定上升时，饥饿感减少，让人自然降低进食频率，无需强迫节食。吃较多天然脂肪的人死亡率更低，而吃更多碳水的人死亡率更高。果糖甜度高，成瘾性强，会刺激大脑多巴胺回路，使人不断渴望甜食。果糖几乎全部进入肝脏处理，造成脂肪堆积加速，使脂肪肝风险提升。果糖比葡萄糖更容易形成晚期糖基化中产物，使身体老化速度加快。晚期糖基化产物会损伤胰腺、肾脏、眼睛与神经，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来源。高血糖与高果糖饮食会让组织呈现焦糖化般的老化，显著降低身体弹性。随着年龄增长， AGE 在体内累积，使身体更容易受损，而高糖饮食会加速这一过程。许多健康食品，如低脂优格和谷片，都隐藏大量糖分，使胰岛素不断升高。一杯芒果汁就可能含下10多茶匙糖，对肝脏形成沉重压力。早餐谷片、能量棒和加工零食会造成高频血糖波动，使身体整日维持高胰岛素状态。高胰岛素让身体进入脂肪锁定模式，使运动难以燃烧脂肪。减少碳水后，胰岛素下降，脂肪细胞重新释放脂肪，使身体自然进入燃脂模式。低碳饮食使血糖平稳，胰岛素负担降低，也减少饥饿感突发与情绪起伏。高胰岛素与脂肪肝、高三酸甘油脂与心血管风险密切相关，是现代慢性疾病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许多患者在采用低碳饮食后，肝功能与血脂指标能在短短数周内明显改善。
高碳饮食导致频繁血糖波动，使身体不断分泌胰岛素，长期造成胰岛素阻抗恶化。胰岛素阻抗初期血糖可能仍正常，但身体已开始把多余葡萄糖塞进脂肪细胞储存。当阻抗持续加剧时，血糖开始上升。许多人这时才发现自己已进入前期糖尿病。若不及时改善，胰腺会因长期过度工作而衰弱，最终进入糖尿病阶段。低碳饮食能在早期逆转胰岛素阻抗，使身体恢复正常血糖调控能力。降低碳水能减轻肝脏负担，让脂肪肝逐渐好转，效果常比药物更快。含糖饮料与果汁是造成脂肪肝的主要来源，比水果本身更容易造成肝脏超载。长期高果糖摄取会让血管变硬，皮肤更快老化，并干扰荷尔蒙平衡。脂肪肝的形成速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快，只要持续摄取高糖食物，脂肪便会迅速累积。果糖几乎100%在肝脏代谢，使肝脏承受的负担比葡萄糖更大。当肝脏超载时，会开始制造新的脂肪分子，进一步加重脂肪肝与胰岛素阻抗。长期高糖饮食会造成胰岛素与肝脏双重受损，使身体进入失控的代谢循环。身体一旦进入胰岛素阻抗循环，必须分泌更多胰岛素才能维持血糖平衡。随着胰岛素不断升高，脂肪细胞紧锁脂肪，使人疲倦、饥饿，却仍无法燃脂。许多人运动量很大，却依旧发胖，就是因为荷尔蒙环境阻碍脂肪释放。低碳饮食能打破恶性循环，使胰岛素下降，让脂肪细胞重新释放脂肪。随着代谢恢复，身体逐渐以脂肪为主要能量来源，让精神与体能更稳定。许多人甚至不需要运动，仅靠饮食调整就能显著减少体脂与腰围。低碳饮食让血糖更平稳，使身体不再经历大幅度的能量起伏。当血糖稳定时，饥饿感减少，情绪与专注力也会变得更好。高碳饮食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又骤降，使人整日暴饮暴食。稳定的血糖让人不再依赖零食，减少胰岛素负担，让燃脂更容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高胰岛素本身就会刺激饥饿感，使人不断想吃东西。高胰岛素会减少受体素敏感度，让大脑无法准确感知饱足感。当胰岛素下降时，大脑恢复正常饱足信号，让人自然吃得更少。低碳饮食的减重效果常比低脂饮食更快，因为它影响的是荷尔蒙，而不是单纯热量。多项临床试验显示，低碳饮食能显著降低体脂、腰围与三酸甘油脂。高碳与高糖饮食会让身体整日处于储脂模式，而不是燃脂模式。当胰岛素下降时，脂肪细胞变得容易打开，储存的脂肪开始释放。低碳饮食让脂肪利用率大幅提升，使身体重新学会以脂肪当作主要能量来源。许多人在低碳饮食中体验到更稳定的能量，不再出现餐后倦怠。当身体进入脂肪燃烧模式时，精神清晰度与耐力会同时提升。单靠运动通常难以弥补高碳饮食造成的荷尔蒙失衡。饮食改善往往比运动更能深度影响代谢，因为它调节的是身体内部的信号系统。许多人运动量大，却始终无法减重，就是因为胰岛素过高，阻挡了脂肪释放。低碳饮食能大幅降低胰岛素，直接解除脂肪锁定状态。一旦身体恢复燃脂能力，体重下降会变得顺畅而自然。许多人在低碳饮食中发现体脂下降速度比过去任何方法都更明显。低碳饮食还能改善高血糖、高血压与高三酸甘油脂等代谢症状。当血糖与胰岛素下降时，血压常自然跟着下降，不需要额外运动。高胰岛素与高血压密切相关，因为胰岛素会造成血管收缩与肾脏钠滞留。低碳饮食能让胰岛素下降，使血管放松，改善整体循环系统。高胰岛素会促使身体储存过多钠酚，
使血压进一步升高。当胰岛素降低时，肾脏钠滞留减少，身体自然排出多余水分。许多长期高血压患者在低碳饮食数周内就能看到血压改善。低碳饮食也能显著降低三酸甘油脂，这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子。高糖饮食会让三酸甘油脂飙升，而减少糖分能让它迅速下降。高碳饮食造成的脂肪肝会进一步恶化血脂，使风险叠加。低碳饮食能让肝脏开始清除多余脂肪，使血脂恢复正常。当肝脏脂肪减少时，身体代谢效率提升，能量更稳定。高胰岛素会抑制脂肪分解，使身体更容易累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与慢性发炎的重要根源。降低碳水能迅速减少内脏脂肪，使身体发炎反应下降。内脏脂肪减少后，呼吸变轻松，睡眠质量也会改善。高糖饮食会造成身体长期发炎，使免疫系统过度活跃又疲惫。低碳饮食能减少发炎反应，让身体恢复平衡与修复能力。许多人在低碳饮食初期就感到精神变好，脑雾消失。脑雾的形成常与高血糖波动与胰岛素阻抗有关。当血糖剧烈波动时，大脑能量供应不稳定，会造成注意力下降与疲倦。稳定血糖能让大脑获得持续能量，使专注力恢复正常。高碳饮食会造成荷尔蒙大幅波动，使心情与压力耐受度下降。低碳饮食能让荷尔蒙重新平稳，让情绪更稳定。高胰岛素也会影响皮质醇，使身体更容易陷入压力循环。当胰岛素下降后，皮质醇反应也会变得平稳，让身体更放松。长期高糖饮食会刺激多巴胺回路，让人不断渴望甜食，形成恶性循环。减少糖分能让多巴胺回路恢复正常，使成瘾性下降。低碳饮食能改善脂肪肝，因此也会提升荷尔蒙平衡与能量制造能力。当肝脏恢复功能后，整体代谢速度会提升，精神也会随之变好。高碳饮食会使三酸甘油脂升高，并让血液变得更粘稠。低碳饮食能迅速降低三酸甘油脂，使血液流动更顺畅。燃烧碳水时能量起伏大，而燃烧脂肪能量更稳定。许多人在低碳饮食中感到精神更集中，因为脂肪能供给更一致的能量。高糖饮食会造成自由基大量产生，加速身体发炎与老化。低碳饮食能减少自由基产生，让身体修复能力提升。高胰岛素会干扰荷尔蒙平衡，使甲状腺与性荷尔蒙受到影响。减少碳水能减轻内分泌系统负担，让荷尔蒙逐渐恢复协调。当胰岛素下降后，身体能更精准调节各种荷尔蒙，使情绪、能量与睡眠改善。很多人在低碳饮食中体验到深度睡眠改善，因为血糖不再大幅度波动。高糖饮食会让夜间血糖上升，使人半夜醒来心跳加快。当血糖与胰岛素稳定后，夜间睡眠变得更深、更连续。高碳饮食会使身体储存更多水分，造成浮肿与体重快速波动。减少碳水能迅速排出多余水分，使身体感觉更轻盈。高碳饮食让身体更依赖不断进食来维持能量，因此容易感到疲倦和饥饿。低碳饮食能让身体转向脂肪燃烧，使能量来源更加稳定长久。高糖饮食会使肠道菌群失衡，让身体更容易发炎。低碳饮食能恢复肠道菌群多样性，使身体更容易消化、吸收与修复。高碳饮食让身体处于不断储脂状态，使体脂百分比上升。当胰岛素下降后，身体会开始主动释放储存脂肪，让体脂逐渐减少。低碳饮食能降低体脂，减少发炎，改善代谢，是许多人长期坚持的原因。高糖饮食造成的慢性发炎会影响关节、血管与神经。
减少糖分摄取能降低发炎反应，让身体恢复稳定并改善疼痛。低碳饮食帮助许多人重建代谢健康，让身体重新达到自然、平衡与强健的状态。你现在知道了，让你发胖、让你崩溃、让你失败的，从来不是你的意志力，是胰岛素，是饮食迷思，是几十年来被简化或被误解的科学的。但只要你理解了机制，你就能重新掌控你的身体。这不是饮食，这是你夺回自由的第一步。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拆开更多被隐藏的真相，记得回来，因为这只是开始。